你好，我是 Alex。我们今天主要讲3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部分呢，就是继续来讲一讲这个以太坊墨指升级的事情啊。威神公开喊话，他说啊，支持以太坊硬分叉的都是坏逼。第二部分呢 ，Chainlink 发公告说不支持 POW 硬分叉，也就是说啊，是支持这个威神这一边的。那么第3部分讲一下目前比特币未平仓合约新高，以及结合这个以太坊升级的关键时刻，以太坊看涨的期权大幅度上涨，那么到底说明什么情况？好，我是 Alex。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的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目前这个硬分叉呢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啊，所有人只要目前还在关心加密货币，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件事情啊。之前的各种的硬分叉，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没有参与过也就罢了，那么这一次发生在你面前的可能是历史上的比较大的一个事件了，那么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那么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善恶呢去区分支不支持硬分叉，成年人的世界里可能只有利益了，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行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整个市场上有关硬分叉的一些消息啊。众所周知的这个孙哥孙宇晨名牌高喊啊，支持以太坊的硬分叉，并率先在自己的这个交易所上线了 ETHW， 但是呢，被推特网友爆料这个交易并没有任何的深度。目前上线 ETHW 的除了孙哥的这个 Polynix， 还有抹茶和 Gate 芝麻开门。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只要是支持以太坊硬分叉的交易所都有跑路的嫌疑。那么今天就有很多网友爆料抹茶和 Gate 貌似即将跑路，消息呢有待进一步确认，但是呢，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资金负责任，不要不当回事儿。如果说你有很大的资金在这个交易所，最好呢去买一个冷钱包，将币提到冷钱包里面。熊市交易所跑路呢是一种常态，大家一定要习惯这件事情啊。那么最近这几天，作为这个以太坊创始人的威神一直被媒体报道着有关这个硬分叉的言论，我们一个个看下去Vitalik表示潜在的这个以太坊 POW 分叉不太可能获得长期的广泛的采用。在此期间某些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但是呢，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让人们赔钱那么说明这个威神还是比较善良的好，推动以太坊硬分叉以保持 POW 机制的人只是为了赚钱，领导或倡导这个分叉的许多的 KOL 都是中国臭名昭著的坏人，建议人们不要参与 ETHW 炒作。其实这里威神说的这个臭名昭著一点都不为过。你去看看高喊口号支持ETHW 的那几个人，哪个人的手上没有沾满韭菜的鲜血？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到底呢谁在高喊硬分叉那么不用说，心里都有数硬分叉它有没有这个理论的基础和技术的支撑，能不能为加密货币的未来解决什么痛点或者是难题？那么硬分叉呢，有没有组建团队招募技术人员去做哪怕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以上都没有的话，那么这帮人呢就是靠自己的一张嘴兜售非常可怜的脸皮和一文不值的情怀的话，那么这帮人不是坏逼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留言去告诉我一下那么以太坊联合创始人Vitalik今天还表示一旦我们有了扩展的技术，实际上就是可能尝试让加密货币支付再次成为主流。他说加密货币支付在2018年之后有点变得不那么流行了，很明显交易费用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太坊上面链上转账的这个交易 gas fee 是非常高的。那么Vitalik认为在未来随着效率的提高，交易成本可能会降到 0.05 美元一笔，甚至低到 0.2 美分这是非常关键的了。那么以太坊开发者预计在合并之后，他们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网络的扩展上，这一点我在之前的视频详细的讲过，那5个步骤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今天节目的第2部分。Chainlink 今天发了一个公告明确指出
支持以太坊合并，不支持硬分叉。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告是怎么说的啊？以太坊合并是即将到来的网络升级，其中以太坊区块链的工作证明 POW 共识层将被新的权益证明 POS 共识层所代替。为了确保以太坊上 Chainlink 协议用户的连续性， Chainlink Labs 正在遵循严格的质量保证流程来准备合并。在合并到 POS 共识层期间和之后， Chainlink 协议及其服务将在以太坊区块链上保持运行。用户应注意Chainlink 协议不支持以太坊区块链的分叉版本，包括 POW 分叉，这与以太坊基金会和更广泛的以太坊社区的决定一致，通过社会共识实现将以太坊区块链升级为 POS 共识层。对于不确定围绕墨汁的迁移策略的以太坊开发人员和 DApp 团队，建议暂停智能合约操作，以避免意外事件，并帮助保护最终用户。由于协议和应用程序级别的问题在以太坊的分叉版本，包括这个 POW 分叉上运行的 DApp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方式运行，从而增加用户的风险。开发人员还应该确保其合约可能依赖的任何外部依赖项在合并期间和合并后按预期运行。 Chainlink Labs 将继续监控围绕以太坊合并的任何发展，以确保 Chainlink 服务的最高可靠性。 Chainlink 我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过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以前的视频去翻一下。那么这个代币在下一轮的牛市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他们今天发的这一个公告呢，我认为呢也是秉承了他们一贯的以技术为指导的，并不是以这个市场传销或者是营销为目的的这种惯性那么我认为这个 Chainlink 在下一轮牛市有很大的概率要飙升一波的。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3部分，讲一下目前比特币未平仓合约新高，以及结合以太坊升级的关键时刻看涨的期权突然大幅度上涨，那么到底能够说明什么情况？今天发布的这个链上周报显示目前比特币未平仓合约再次达到了历史的新高。我们来看这个图片自4月初以来，比特币期货市场的未平仓头寸急剧增加，突破了大约35万个比特币的基线，并达到了 53.8 万个比特币的新高。当然了，因为比特币价格下行的原因，折合成美元只有120亿美元的未平仓合约。那么我们之前都讲过未平仓合约新高的时候，它是折合成美元价值多少几百亿美元的这个市值。那么折合成120亿美元的这个未平仓合约并不高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基点呢是币本位统计的，目前呢确实是历史的新高 53.8 万个比特币，所以未来去杠杆的这个可能性正在增加。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片显示，近期期货市场的交易量有着明显的增加，已经突破了每天450亿美元的点位。从这个方面也说明近期巨幅波动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接着我们看以太坊的合约的情况目前以太坊未平仓期权空前的高涨，甚至一度超过了比特币，这也是历史上的首次。以太坊期权的未平仓合约是660亿美元，高于目前比特币的480亿美元的这个高点。大家注意，这个期权跟合约呢是不太一样的。期权呢类似于合同，到了交割的日期呢是要履行合同的义务的，否则的话就要交违约金。我们看到这个9月份交割的看涨期权远远大于看跌期权，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来，未来1个月以太坊真的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行情。大家还可以看这个我刚才分享的这几个图片那么有最高看涨到5000美元的看涨的这个期权确实很多以上呢都是这个链上周报的这些观点至于会不会有这个大行情呢，我们并不能知道，也无法知道。那么为了防止踏空呢，我建议呢还是配置一些以太币这个时候呢不要 all in 就是了，配置一定仓位的以太币。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